竹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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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竹儿，你醒醒！我带你回家。跟你没关系。你为什么又做傻事呢？说了跟你没关系。我现在是县主了，是多少人求也求不来的地位，不再是那个软弱可欺的姬主，是清平县主。我开心还来不及呢，寻死做什么呢？竹儿，你真的要依附端妃吗？她突然施恩于你，肯定是……怎么？你害怕了？你怕我成了县主，有了端妃这个靠山会对你不利？也对，她还是燕世子的姨母，你怎么可能不怕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怕他们利用你害你。我兄长以死换我富贵，你现在要让我舍弃这一切？芙蓉，我兄长说的没错，你就是菩萨嘴，蛇蝎心。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想再与你有半点纠葛。日后不得已再见，就当做我们素未相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救了竹儿？其策他咎由自取，你不必如此愧疚。竹儿她生性纯良，我怕她卷入斗争漩涡就很难脱身。我忘了殿下也是在宫中长大，我刚刚那番话绝对没有讽刺你的意思。12岁那年，先皇后病重，父皇让我去弘福寺为她抄经祈福，我却不慎打翻了烛台，引起火灾。虽然很快火被扑灭，但是先皇后也在那段时间病逝了。父皇因此大怒，将我送去边关。自那以后，我便不曾回京。不过相比横京，我更喜欢边关大漠孤烟。这里风大，咱们先回去吧。你看看你，又瘦了。我让你多吃点吧。来，这不会是文先生吧？我给你带的，你不喜欢吃吗？那下次我带你喜欢吃的过来。这文先生居然会和鱼说话。出来吧，我看见你了。那个文先生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这件事不允许别人知道。好啦，我发誓，即使是提刑司拷打我，我都绝对不会说的。谢谢。哎呀，小胖鱼，你可真肥呀！看来文先生把你喂得不错哦。我和苏王哥哥青梅竹马，一别数10载，
如今他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叮当十分想见我。上回我来，你说他在养伤，也就算了，这回还拿这种说辞敷衍我。我告诉你，郡主，怎么每次来都是见到你们两个？苏王哥哥人呢？哦，殿下实在伤得太重了，委实无法见客。真的伤得这样重？不行，那我更要看看他了。郡主，您实在要去看他，倒也无妨。但是我作为一个大夫的角度来讲，女子体寒属阴，只怕这来去进出的，又会让殿下再多病上几日。那算了，那我不去了。只是，苏王哥哥到底怎么了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啊，您放心，已无大碍，只是需要静养。知道了。那这样吧，等苏王哥哥好了，你们千万要派人来送信。啊，一定，一定。啊，郡主慢走。这西河郡主，当真是殿下的青梅竹马，为何殿下如此避之不及？没想到京城里也有这么能嚷嚷的女子。哎，说你是个榆木脑袋，咱们殿下自小在边关长大，哪里来的什么青梅竹马呀？哎，神女有意，王爷无心罢了。怎么有心事？你除了读书，会的东西倒不少。这是我一个旧友教我的。你的旧友？除了竹儿，我也没有什么闺友，就是幼年的时候救了一个小男孩，是他教我的。后来他家人找到他，就把他带走了，要不然我就让我爹收了他，一直留在我身边当个小跟班。傅姑娘可否教我一二？首先你得找一个扁平的石头，这块如何？挺会挑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得这样把它甩出去，甩出去，甩。你看，高人啊！不仅会作诗，教什么都会呢。没救了。文行，你来处理一下。别，我来处理。今日厨房说炖的鱼肥嫩且鲜美，我便想，会不会是小胖？这是他最后的鱼骨头。那个文先生，您节哀。谢谢。王夫人、李夫人，这镜花水月呀，可是我们这里的镇店之宝。这几幅画还真是美极了。
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你俩打个折。这么多人，你们再来看这幅，哎，这幅更好。花鸟可解语。小侯爷，哎呦，哎呀，小侯爷啊，您来了。啊，哎，这画像挺不错的，比那些首饰好看多了。谢小侯爷赞赏。小侯爷，齐掌柜的，今儿个如意楼也发售新品，听人说这如意楼的4幅画作跟我们的极其相似。有这种事情？他们不是一直找富家的长姑娘做字画张贴吗？竟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。就是。傅轩姑娘，你这几天真的是辛苦了，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刘掌柜，你也辛苦了，祝这次的新品大卖。谢谢。这如意楼也太无耻了些，竟当真抄我们的画，还抄得如此光明正大。小侯爷，你们也是来看今天的新品的？吉掌柜，你刚刚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傅姑娘，这4幅画是你画的？这4幅画是我一笔一笔关在家中勾勒出来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抄袭凤来仪的推荐字画，连“镜花水月羽化飞升”这8个字都照抄补，还要我明说？我不明说，是想给你留一分薄面。什么？你们凤来仪也有那镜花水月羽化飞升？哼，傅姑娘，从前我觉得你冷冰冰的，看着让人觉得不爽。现在看你惺惺作态，倒怀念起你以前那冷冰冰的模样。罢了，不想承认就算了。哎，慢着！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们2家的画都没有公开过，你告诉我从何去抄？正好，你们这位碧玉公子之前跟我们爆竹相撞，误拿了2幅画卷。说来也巧，这2幅画卷正是你们说的那2幅。小侯爷，他这是血口喷人。碧玉确实捡错过画卷，但从来就没有打开过，便给如意楼送了回去。是啊，小侯爷，我当真没有打开过，他们的画我瞧都没瞧过。那既然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找你们的画师来跟我对质便是。小侯爷，我若真抄了，悉听尊便。好。哼。文先生，你为何在此绣花？姑娘她不太练女工，连带着我也没有怎么练。今日天气甚好，便拿出来绣绣。文先生，你看看，我绣的如何啊？谁教你绣的？我自个儿学的。绣好了。
哇，文先生你好厉害啊！哎，文先生，我只是觉得你平日里冷冰冰的，只会舞刀弄枪，实际上既会养鱼，又会绣花。文先生，我只是好奇，你究竟是跟谁学的绣花啊？年幼时，流离失所，每逢天寒，去捡百家布，缝制成衣裳，直至被公子捡回小筑里。文先生的童年想必一定非常艰苦吧？再苦也没有公子苦。再说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对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如今苦尽甘来，往后一定顺顺利利，开开心心。你不给我添麻烦，就是最大的顺利。殿下，如意楼找到了？爷，从来都是这如意楼楼主主动上门找人，咱们找他那无异于大海捞针呐。废物！这眼下运粮的财路断了，好不容易上天开眼，让本王找到了一个金矿，但是又运不出炸药来。叫我看啊，还没找到如意楼，本王早就喝西北风了。哎呀，爷，这也未必呀。我听说啊，那个如意楼耳目众多，说不定咱们动静闹得大点儿，那楼主自己就出来了。你想得到没？叫我看，就你这样的蠢货，他是。爷，这纸条，你看。既然彭画师内心这么胸有成竹，那可否请你为大家说一说，这镜花水月、羽化飞升，是如何与鸟语花香、意趣盎然联系在一起的？镜花水月，画中女子发现所谓明月不过幻梦，只有在身边的花鸟才是真实之物。于是，在第2、3幅画中，女子沉浸在了鸟语花香的世界当中，十分开心。小八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到最后，更是登上极乐，白日飞升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那么就让我来为大家说一说，我这4幅画为何意吧。我们如意楼此次的新品通名为“芳华似电”，意为光阴转瞬即逝。这第1幅画“镜花水月”，女子倚在河边，水面上面倒映的唯有天上的明月，便是年年岁岁月依旧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与日月相比，人生恐总，恍如一梦。这第2幅“大梦不觉”，表示图一确实是一场幻梦。这图中的女子已经稍微有了一些年纪，曾经的年轻貌美，却只在